说之术第8种，千火剑法。刘瑾，不要妄动，站在那里保持气势。萧瑟，萧瑟，没事吧？萧瑟，萧瑟，萧瑟，离开这儿！香港师姐，咱们这样跑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这附近就没有雪月城的盟友前来助阵吗？我自幼就很少离开雪月城，和江湖上的人也没打过什么交道。莫说是寻盟友了，我连雪月城有些什么盟友都不知道。那怎么办呢？有了！啊！阿爹临走前给了我样东西，有了它，这附近的盟友自会前来相助。这什么呀？一支穿云箭，千军万马来相见。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雪月城的求救信号。只是这烟火可见不过100里，这附近真有雪月城的盟友吗？白痴！哎，你这刚醒你就骂人，你才白痴呢！你不许骂他。哎，跑！什么？快跑！夏洛师姐，她说快跑什么意思啊？有人先一步把他们劫走了。这附近有雪月城的盟友吗？剑心种。行了，到这儿就可以放心了。剑心冢外设有奇门阵法，寻常人根本进不来。多谢2位兄弟了，感恩2位兄弟尊姓大名。何去？何从？好特别的名字啊！没时间寒暄了。放心吧，适逢华山一正在剑心冢中采药，我这就送他过去。哎，这位雷兄弟啊，不如和我去一趟剑阁吧，老爷子应当想见你的。老爷子是谁啊？笨啊！老爷子当然是剑心冢的冢主了。冢主？嗯。哇！哼，这好多剑啊！这儿真是比雪月城藏剑阁还威风呢！哎，对了，明轩师兄，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我是来剑心冢办点事儿。哦。结果刚到这儿就发现天空炸响的那只千城令，能有资格用千城令的人可不多，我就赶紧赶了过来，结果发现是你。哎，刘无忌，快啊！这柄是麒麟牙，是麒麟剑手吕修西的佩剑，剑谱上能排第16。哦。麒麟牙杀性太重，你若真想碰它，那么很有可能受伤的是你自己。老爷子，要求见的落霞仙子的弟子是谁呀？在下骆明轩，正是落霞仙子的弟子。哦，你师父近来可好啊？还行。是不是还和当年一样的貌美啊？啊？那个，你要的剑，老朽已经给你铸好了。哇！重剑无望，轻剑别离，长剑凤凰，双剑勾芒结尘，3尺剑般若一目，一共7柄剑。7柄剑，这么大方？多谢老爷子。你拿去吧。
至于你嘛，好像看着很眼熟啊。听雨啊，许久未见了呀。你老认识这把剑？听雨观雪，万花文风，风雅四剑，乃是我年轻时所著，我自然认得。风雅四剑是您所著？那莫非您是李素王？哎，等，您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你才死了呢！我不过是20-30年没在江湖上露面罢了，谁说我死了？那这个江湖上面说，剑心主的种主现在是李素王的弟弟李素臣。哎，这个江湖传言也不可信啊。外公，孙子刘杰不孝，见过外公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剑术有成，便不算不孝。你既然得了这把天羽剑，想来是见过你姐了。好，哎，你姐呀，才是真的不孝啊！她明知道我一个老头子在这剑心冢里面孤苦伶仃的，也不来陪陪我。你说，我又没有非得逼着她，让她当这个剑心冢的冢主，她那么怕我干什么？这天羽剑就算是对她的惩罚，我没收了。啊！莫急，今天晚上啊，你来剑阁，我再送你一把更厉害的剑。外表没有一点伤，但脉象却可以乱成这样，还真是罕见。叶姑娘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脉象怎么会如此之乱？他们要来了，我们快走。我们已经到了。师叔，随我回去。你要忤逆师门吗？可我偏偏有2个师门。但你姓唐，为何非要如此？难道唐门真的要做叛蒙背义之师吗？这不是你该想的事情。身为唐门子，你只需要懂得遵从。可百里师傅告诉我，凡做事之前，先问本心。够了，唐莲，你姓唐，唐门的唐。当初是你们送他去雪月城，如今却要斩断他与雪月城的关系。百年世家，现求唐门，就是这么对待门内弟子的吗？唐莲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你可是唐门这一辈最优秀的弟子，我希望你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。唐莲，叶姑娘，你赶紧走，找到最近的兵营。走。叶姑娘，小心！好久不用这类武功，都会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自在心中生功。对，就是这个名字。燕氏，在天外天我叫燕安石，如今再回中原，还是叫我吴心吧。
多谢大舅。我当是谁呀？上回放你回到天外天，这次你竟然还敢跑回中原？放我回，就凭你？走吧。截住景霞了吗？今日得到消息，暗河苏家家主苏沐雨和谢家家主谢奇刀合力阻止李寒一北上，但李寒一看穿了埋伏，最终突围而去，目前行踪不明。看来暗河已经动手了，老舅也太擅作主张了。唐门三老呢？那三位老爷子原本不想露面，可那时李寒一已经突围而去了，他们迫不得已现身，也没有追得上。至于唐门为何会和暗河联手，我猜是九皇子在动身之前就已知晓了唐门，他们知道殿下与九皇子的关系，便以为这是殿下下的命令。老九为何会如此确认暗河会和他协作？因为九皇子他冒充了一个人。谁？萧楚河。外公，我来了。你来啦？吴外公要给我一把什么剑？当然是世上最好的剑之一啦。最好的剑之一？莫不是在剑谱之中？来，你看看这两边的剑谱，10大名剑，乃是当今世上最好的剑。你看看，这剑谱第10，无忧，其剑银白如玉，剑身修齐秀丽，不似人间之剑，隐隐有飘然的仙风。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9，霜雪，其剑乃是雌雄双剑，秋之霜，冬之雪，单剑平凡，可是双剑合璧，却有神威。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8，皓阙，其剑可称得上人间正气第1剑，浩然正气，可斩千魔。原北离大都护所佩之剑，现藏于天启城的天剑阁，由剑奴守之。这剑谱第7，洞千山，其剑的剑气是浩瀚无比，一剑起动千山，起万朝。这10大名剑之中，唯一当世铸剑师所铸之剑，现传人不知。这剑谱第6，青霄，其剑乃是望城山的镇山之宝，历任掌门所佩之剑，现传人为望城山掌教赵玉珍，位列5大剑仙之玄剑仙。你再来看看这边，这剑谱第5，破军，其剑钝而厚重，非天生神力不能无，称王霸之剑，现为怒剑仙严战天佩剑。剑谱第4，这世上的剑，有的是4个字，有的是3个，最多的是2个字。但是这把剑，它只有1个字。心。对，这剑谱第4，心，唯一一把以单字命名的剑。这剑可通灵啊，它与剑主心意相同，剑意纯粹，可断凡剑剑意。其剑为剑心种历任传人所佩之剑，现传给雷无节。外公是想把这柄剑传给我？这把剑
本来就是你母亲所配之剑，现在由你来继承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嘛。不过，有人认为，剑是剑，人是人。比如你姐姐，她不愿意接过这柄新剑，却偏偏跑到那个昆仑去求什么铁马冰河。但是有人觉得，剑即是心，心亦可作剑。比如你的母亲。外公能给我讲讲我母亲的事吗？你母亲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呐，她善良聪明，性格温柔，又是天下难得一遇的奇才呀。哼，若不是遇到那个天杀的雷梦莎，她定会是剑种的传人的。母亲是怎么认识父亲的呀？这个雷梦莎与他的那个好兄弟百里东军，到我这剑心冢来造访，不好好的待在剑阁里，却非要偏跑到那剑心崖。你跑到剑心崖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要与新月比武。你比武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却赢了。你赢了也就算了，可他偏偏……外公，我怎么听出了一股吃醋的语气呢？从那以后啊，你母亲新月天天吵着要和这个雷梦莎去闯荡江湖。我就想啊，这闯就闯吧，这年纪轻轻的，总不能一辈子窝在这山谷里吧？更何况这雷梦莎也是一表人才，又是世家子弟，于是我就答应了。哎呀，这些年啊，我真是后悔呀！我就问我自己，我为什么要答应呢？我就应该把他给留下来。哎，小子，你说说，如果当初我要是留下来的话，那是不是跟今天就不一样了？是，那就可能没有我了。哎，你这个臭小子啊，你的性格怎么跟你父亲是一模一样啊？一副子没心没肺的样子。外公，你不是还有我和我姐吗？我们会经常来看您的。看我可以，打我剑的主意不行。外公，你自己说要把新剑传给我的，你可不能后悔了。哈哈哈！你个傻小子啊！这把剑可不是一般的剑呐，就算我要送你，那也得看它应不应你呀。再见。哎，小子，你不要总想着如何控制这把剑，你呀，要用心的与它交流，它才会回应你的。再试试。小杰，好久不见了。阿娘，真的是你吗？阿娘，我只是你心里的想象，是心剑与你产生了共鸣，幻化出了我的样子。阿娘，我真的好想你，阿娘。我和姐姐还有外公都已经重逢了，若是你和阿爹还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像小时候那样一起生活了。傻孩子，没关系，只要你心里一直想着我们一家人就永远在一起。对了，阿娘，我现在已经是青龙守护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作为一个真正的守护到底应该做点什么。在我回答你之前，你先告诉我，你为何执剑？因为我有想保护的人。对于守护来说，执剑的意义就是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
想要守护的人，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，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，守护想要守护的人。好，时隔10年，这把仙剑终于有了自己真正的主人了。守护想要守护的人，阿娘，放心吧，孩儿定不负神。小子，听说你躲了1夜的追杀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明天一早，再试试这把仙剑的威力。外公，你这剩下的剑你都还没讲呢。虽然说剑谱前3甲我已经听过很多遍了，不过呀，从天下第1铸剑师的嘴里讲出来，那还是非同凡响的。好，我就应了你。来，这剑谱第3，铁马冰河，其剑乃是世间极寒之剑，原封在昆仑之巅，曾为绝世昆仑剑仙所有，现为雪月剑仙李寒一所配。阿姐可真是厉害，不继承新剑，去继承那把更厉害的。我说你这个臭小子既然有了新剑，就应该说新剑是最厉害的。咱们能输给阿姐不丢人。这剑谱第2，大明朱雀，其剑为无双城镇城之宝，现藏于无双的剑匣之中。这剑意锋锐，出剑必见血可翻，现为无双城的城主无双所有。也不知道无双什么时候才能拔出这把剑。能拔出大明朱雀的，就证明他已经是剑仙了。那就只剩下最后这一。外公，这最后一柄剑怎么是空白的呀？我告诉你，这剑谱第1，天斩，天下第1剑，天道之剑，非天命之人所不能持。现供于钦天监，有国师齐天辰守之。这天斩乃是开国皇帝留下来的神剑，已经有几百年未曾现世了。我虽然是剑心中的种主，我也没有见过此剑，自然也就画不出来呀。这几百年都不现世，他不会都锈了吧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像本朝的开国皇帝那般的天命之人，又岂能是那么容易便出现的？丫头啊，这个年轻人的伤怎么样了？他的问题可就大了，他的隐脉受了重伤。世人皆知显脉乃是指奇经8脉和12经长脉，还有15络脉。但其实人亦有隐脉，因为人的内力便是藏于这隐脉之中。此人隐脉受损，不能用武，但是我能感觉到他的隐脉中有股可怕的力量。如果这股力量反噬，那么他就会陷入很危险的境地中。
他之前应该遭遇过了一次反噬，只不过这次反噬并不严重，所以只是有些气虚，补一补就好了。但是以后嘛……怎么，还有我的小花锦看不好的病吗？你别说是我，就算我师傅来了，估计也医不好。至于我那个3心2意的师兄，怕是也医不好吧？你是说那个枪仙司空长风吧？师傅说啊，若是师兄只注重医道，那么这天下间便没有他治不好的。可是师兄又学医又练枪，还跑去当什么城主，这般3心2意还怎么学医啊？你倒是专心钻研医术了，跑到我这剑心冢里采了1年的药材。我诱惑了你几次跟我学剑，你都不肯，怎么就没有看到你把它给医好啊？我还小嘛。还小，强词夺理。你醒了，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不会再让你受到伤害了。哦，先把药喝了吧。3日过去了，你终于能下床了。多谢神医。不用谢我，我只能帮你小忙。你隐埋的大伤，我治不了。这话我已经习惯别人说了。我之前在药王谷里看到过一本古书，上面记载了一种医术，叫捕魂之术，能令枯木逢春，结泉涌水，逝去的花草能够重生，断去的魂脉也能够重连。只是书上并没有记载捕魂之术的正确用法。可能早就失传了吧，毕竟师傅号称医术天下第一，也并不会这捕魂之术。这么说，你是新百草的弟子？是啊。这几天啊，千落师侄已经和我说了，你是长风师兄的弟子，所以你也应该叫我一声小师叔。你今年多大？你别看我小，我可是有大志向的。什么大志向？比如治好你的伤，我是认真的。我信。对了，他们说你那天通过什么流转之阵将内力借给了他们，是一本什么书啊？能给我看看吗？可以。此书乃是如剑仙谢轩所写，修炼此中功法，可以慢慢修复隐脉。真是本奇书。你若是想，就借你多看几日。不用了，我已经都记住了。想不到小神医竟还是过目不忘的天才。但是你那个姓雷的小兄弟可不能再等了，他每天着急想要出种去那雷家堡，还说如果去晚了就要被姐姐一剑给杀了。什么姐姐啊，这么凶？天下前5的剑仙，你说凶不凶？不过他既然这么着急，那我得去拜访一下李种种。萧瑟见过李种种。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好多了，多谢种种相助。哎，这都是华锦的功劳，老朽也没做什么，只是没有想到我能够再次与你相见呐。对了，你对暗河的追杀有什么想法吗？暗河向来是不死不休，如果是专程为了杀我们，那应该派出更强力的杀手才对。怎么，苏昌黎还不够强吗？
我们之中最有可能是目标的人就是我。若是请东岸河为求稳妥，应该请出纸伞鬼苏沐雨这样的高手。所以我估计，这里面应该是另有阴谋，或许跟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有关。雷家堡、英雄宴，这些也只是我的猜测罢了。当务之急，是我们要快点赶往雷家堡，在敌人的阴谋发动之前，就还有回旋的余地。你刚才说，你叫萧瑟？是。不管以前是叫什么，以后也只会是这个名字。暗河的那些人惧怕我剑心虫不敢硬闯，但也未必会离开呀。今天晚上我就去击退他们，明天一早你们就走吧。怎敢劳烦种主亲自动手？我外孙为你，我为我的外孙。真是个大好杀人夜呀！你在担心剑心种帮助他们吗？那何去何从二位护剑师我们见过，单凭他们二人的剑术，与你相差甚远，不足为惧。除了他们，剑心种还有别的高手。啊？别的高手？谁？剑心有月，睡梦杀人。李新月已经死了很多年了。李新月是死了，但是心剑未绝。教他剑术的那个人也依然在。那人是谁？天下第一铸剑师，李素王。巨剑腾空，天下第5名剑破军的仿剑，乃是我年轻时所铸，也是许久未见了。是柄好剑，只可惜被握在正确人的手中，杀气太重，毁了一把好剑。剑本来就是凶器，在我面前论剑。关公，关公，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了，您不必替我说道。此人不好对付。我遇到不好对付的人多了，你看我不活得好好的吗？再来问一次剑吧。我有一剑，剑仙李寒一所传，名赤若云剑。新剑，好。剑不是凶器，是你的朋友，死在这样的剑下，无妨。刚刚我的确胜了你一剑，还不足以伤你吧？对于杀手来说，输了便是死了。又是傀儡，不必追了，这只是他的脱身之术，区区一个木鹰不足为虑。小子，你没事吧？刘姐，哎，喂！刚刚苏昌黎那一剑，是前辈动的手脚吧？
是的，就是刚刚我和他对的那一剑，我已经把他的真气给击得混乱了，可是他却感觉不到，所以在和小杰对阵的时候，他还误以为自己躲过了那一剑，最后偏离了1寸，被震断了心脉。前辈为何如此？小杰天赋很好，可是有些心软了。我能够感觉到，他的剑是君子之剑，然而君子之剑也需要有杀伐气。他的剑求胜，而不是求生。这江湖险恶，这样的剑会活不长久的。我不愿杀人，人却要杀我。不管是不是江湖，永远都是这样。前辈的担心我记下了，还请把雷无极放心的交给我。若不是为了你，我也不会迫使小杰做出这样的事来的。前辈什么意思？4年前，我的女儿死了，如今，我希望我的外孙能够平安的回来。萧瑟记下了。救命之恩，萧瑟永世不忘。若有缘，再来求见。等一下，这个给你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知道你有钱，随身带着金贵的蓬莱丹当糖果吃，但这个不一样，就算再怎么要死的人，吃下它都可续命3日。到时候你再出事的话，吃下它，3日之内找我，我救你。好。那萧瑟是什么人？你怎么向他鞠躬啊？他说他叫萧瑟，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。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，他姓萧。只要他姓萧，那么他所做的那些事情，就永远不会有结束的一天的。撤！撤！撤！要不要我过去？师傅也没教我怎么安慰男人啊。陆明轩，你不用担心我。其实，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一天。踏上江湖路，有的时候你不想杀人，人家却想杀你。我都明白的。所谓身不由己，就是这样。可是这些都是错的。大家打打杀杀，仇恨不断，永远没办法终结。这不是我心里想要的江湖。我知道，你要的是鲜衣怒马，把酒当歌。是我想的太简单了吧？你知道我心中的江湖是什么样的吗？我曾经以为，江湖跟朝堂一样，只有无尽的野心。直到我遇见了你，遇见了无心，还有天外天、雪月城、暗河。
我现在觉得江湖是一面镜子。镜子。人在面对镜子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，面对江湖的时候看到的是自己的内心。你是说，仁者见仁吗？对，心之所向便是江湖。若是内心充满仇恨、黑暗，自然会觉得江湖黑暗可怖。可若是心存希望、光明，面对江湖之时，也就会豁然开朗。所以你记住，无论遇到什么事，都要记住你心中江湖最初的样子，那才是你自己。你外公说你心中少杀伐，这正是你的可贵之处。但这江湖总有你死我亡，我们避免不了，只能凭借内心，握紧你心中的剑，才能守护住你所珍视的东西。我明白。明白就好。走吧，去雷家堡，咱们耽搁太久了。师姐，明轩兄，让你们担心了。哎，不用跟我们道歉，好好慰劳一下你自己的马吧。骆刺猬，你跟我们一起去雷家堡吗？不是，什么刺猬？你看你这样子，活脱脱就是一个人形刺猬嘛。啊，那我就当你是嫉妒我了啊。行了，我不跟你们去雷家堡了，这师傅还等着我，回去晚了又骂我。哎，诸位，接下来的路靠你们自己了，保重。保重。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多谢。这个美人天生心脉不全，能活到现在，还真是个奇迹啊。的确，她在雪月城医治了很多年。她叫叶若依，也是雷师弟心心挂念的梦中情人。啊？那傻小子情窦初开了，快带我去见他。话说你这次回来，准备做什么？来看望故友。枪签让我回天外天，我回了，但是也没说我不能再回北离啊。毕竟我不来的话，你们就要死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以为现在只有你被人追杀吗？我得到的消息是，萧瑟和雷无节出了雪月城之后，并没有直接前往雷家堡，而是去了望城山。他们下山之后，行踪便消失了。我循着踪迹而来，却只找到了这个。上面写着：你们在唐门被人伏击，请求协助。信鸽告诉我说，他原本是要飞往天启城的，只是在中途被我截下了。信鸽？你还能跟信鸽说话？天地万物自有灵性，我还能与花鸟鱼木说话呢，你信不信？这信鸽不是我放的。当然不是你。信鸽和我说，是那个叶若依放的。哎，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啊！雷无界要打大没了。哼，什么意思？因为他们的行踪被泄露了，信鸽所带信息还未传到大将军府，就被别人拦截了。雷无界和萧瑟有这么重要吗？原本我以为他们只对我重要，却也没有想到啊。明侯，你们是一伙的。是我让他来这里接应我们的。他神智已失，但杀手的敏锐还在，你不要轻易靠近他。他为何会如此听你的话？这就说来话长了。
确实，好强的气场。你看到他拔剑了吗？他没有拔剑，只用剑鞘就将明侯逼了回来。唉，为什么我一回江湖，遇到的都是这种绝世高手？哎，不容易啊，不容易。那个女人，我才压制住她的伤势。若是再经历一场大战，只怕神仙也难救。你先带她走，我来拖住这个人，你能行吗？士为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我们分开这么久。如今就算来个刀仙剑仙，我也定能不落下风。好，你小心点儿。前辈，你的对手是我。神足通，天眼通。没错了，都是些厉害的武功。还有这个，叶鼎之的大家业长。我知道你是谁了，我也大概猜到了你几分，但是要看过了你的剑，才能确认。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资格。还是大家业长，这招叫罗汉定。罗汉定身，就算是佛陀也定不住我的神！你不是想看我的剑吗？今天我就让你好好看看。破军剑，天下名剑位列第5，号称王霸之剑。你果然是怒剑仙。老太爷，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唐莲呢？天外天宗主叶安世救走了唐莲。哼，什么天外天的宗主，不过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罢了。同是一辈的弟子，你不如连月太多。是。唐莲走了就走了吧，只是这个女孩子是个麻烦。大将军叶孝英惹上这样的人，以后唐门的路可不好走了，只能寄希望于我的一位老朋友了。老朋友？此刻他正巧在来唐门的路上，原本应该早就到了。陆剑仙前辈，恕晚辈无礼，还是想再问一句：你我素不相识，为何一定要生死相逼呢？因为你是叶鼎之的儿子，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情，就是没有跟你老子交手。所以你就来欺负他的儿子，这恐怕有失长辈所为吧？所以就想杀了你，解一解心中的气。前辈想杀我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怎么不容易？明侯，快跑！这家伙我们搞不定。快走！